破产之后，我深受打击，四处寻找东山再起的方法。在我低声下气的恳求下，终于找到一个投资人愿意融资。谁知却亲眼看到投资人带着我的妻子进入酒店，我直接将照片曝光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来到一座公司大厦楼下，我踌躇了一会儿，还是走了进去。你们公司的段总在吗？前台助理连眼睛都不抬。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在不在公司就行。我耐心地回答。前台掀起眼皮，上上下下打量着我，面露鄙夷。没有预约，那你问什么问？看你穿的这身破烂衣服，就知道是个穷鬼，有什么资格过问我们段总的行踪？就算他在公司，也不会见你的。你还是识相点，趁早滚吧！你就是个前台，凭什么这么瞧不起人？你以为你是公司老总吗？看着他无礼的样子，我火气瞬间上来了。前台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我就瞧不起你了？怎么着？每天来找我们段总的人排队都排到了法国了。我要是什么人都放进去的话，那也太浪费他的时间了。没有预约你就是不能进去，我说不能进就是不能进。行，你不告诉我拉倒，我自己去找。前台嘴里是问不出什么来了，我打算自己找出路，可他却并没打算就此罢休，冲门外挥了挥手，保安，把这个想攀附权贵的穷鬼给我赶出去。一下子来了3、5个穿着保安服的壮汉，架着我把我赶了出去。看我不肯走，嘲笑声四起。其中一个保安歪嘴笑着，拍了拍我的脸：“小子，你这种想赚快钱、想走捷径的人，我见多了。你还是早点放弃，回家去吧。切，不就是想一步登天，得到赏识吗？你看着脑子就不太灵光。要你真有这个机会，我倒立洗头，我赌100。”他绝对连段总办公室的门都进不去，才100，我赌500，他不可能见得到段总的人。我用力挣脱他们的掣肘，你们也只不过就是几个保安，整天只会对别人的行为指指点点，估计一辈子也只能当个保安了。几人被我这么说，表情顿时变得恼怒，捏捏拳头，抬脚狠狠踹在我身上，直接把我踹倒在地。哪儿来的脑残，滚蛋！我拍拍身上的灰尘站起来，身上的西装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。要是以往，我只会把这件立即丢掉，换一套新的穿。可现在我不能。我的公司在几个月前因为被人挪用公款卷款逃走而破产了。一朝之间，我从公司老总变成了无业游民，家里的资产也用作了抵债，只能住在老破小的出租屋里。为了生计，我只好出去跑外卖，每天风雨无阻的工作让我疲惫不堪。我不甘心，四处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方法。那个公司的段总段承志是一个绝佳的桥梁，他是个非常有实力的投资人。如果我的项目能拉到他的投资，一定是如虎添翼。前台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，我只能另想他法，求了那些生意场上的所谓朋友许久，才终于有了他的消息。第2天，我把西装熨平整，提着花血本买来的名贵酒，趁那个前台不注意，溜上了电梯，来到段承志办公室门前。我轻轻叩了叩门：“段总您好，打扰您几分钟，您能听听我说的方案吗？”门内没有传来任何声音，我在门外站了许久，脚都有些麻痹了。段承志突然打开了门，一个玻璃杯毫无征兆地砸在我的头上。“你是哪个不长眼的？”他走了出来，看见我眯了眯眼睛：“你是刚才那个人，还没走？”我讨好地笑着，弯腰把手里的方案递给他：“
段总，要见您那当然得诚心且耐心了。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空看看我的方案？要是您怕耽误时间，我口述一下也行。段承志看都没看，绕过我就往前走。这堆垃圾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眼看机会就要消逝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。段总，求求你看一眼，只要看一眼，你一定会改变想法的。段承志转过身，拿起项目书瞥了一眼，下一秒就丢在了地上，把项目书踩在脚下。垃圾，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，别脏了我的办公室。这种东西根本入不了眼，更何况是投资。我想捡起项目书，但他的脚并没有抬起来的意思。段总，只要您愿意投资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事到如今，我豁出去了。段承志提起了一点兴趣。哦，是吗？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就简单了。他吐了口痰到鞋子上，你把我的鞋子擦干净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我明白他是故意羞辱我，但为了拉到投资，为今之计只有忍耐。我慢慢蹲下身，拿出纸巾。是，段总，谁让你用纸的？我让你用手擦，别给我自作聪明。段承志怒斥。我看着他鞋子上那团恶心的痰液，实在难以下手。怎么，嫌恶心啊？那你就赶紧滚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段承志已经不耐烦了，我赶紧摇摇头，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只求段总能给我这个机会。深吸一口气，我伸出手擦掉了那团绿色的黏糊糊的东西。我身子伏得低，脸离鞋面也就几厘米的距离。这才对嘛！段承志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我，抬脚踢了踢我的脸，鞋面还有些残留的痰液蹭到了我的脸上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差点吐了出来。他笑嘻嘻的，还有点没擦干净，用你的脸给我擦擦，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过几天您能赏脸跟我一起吃个饭吗？到时候我们再详谈。我强颜欢笑，忍着恶心，用纸巾把手上的脸上那团黏糊糊的东西擦掉了，把那提名柜的酒放到他面前。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您收下。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拧开瓶盖，把我从上到下淋了个彻底。什么马尿也配拿来给我喝？酒液洒了一地，我的头发衣服全都湿了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把这里收拾干净，然后赶紧滚。吃饭的事我会让助理联系你。扔下这么一句话，他就走了。我把地上全都擦干净之后才回到家。老婆钟佩兰看我这身样子，满是嫌弃，捶打着我的头。你都落魄成这样子，还跑出去花天酒地，看他误会了。我连忙解释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我是为了投资的事情。什么投资？你现在公司都破产了，投资能把你公司救活吗？你可别又傻乎乎的被人骗了。当时成立公司的时候，我让你把我姐弄进去，你不肯，非相信自己的兄弟。现在呢，他卷钱跑了吧，都是你活该。当时我嫌他姐姐没有工作能力，又没上过什么学，就没同意，扶了我兄弟当副总，却惨遭他的算计，导致公司破产。他这番话简直是往我心窝子上扎刀，是我想的不够周全。老婆，我好饿，你给我做点吃的吧。钟佩兰皱着眉头，你是废物吗？有手你不会自己做？我还有事，出去一趟。说完，他就穿着精致，步伐摇曳地出了门。他毫不关心我的处境，我有些失落，但想起以前的甜蜜，也没太在意。我洗了个澡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随便整了点吃的，就穿上工服跑外卖去了。以前的豪车早就变卖了，如今我只能骑着小电驴穿梭在大街小巷，风吹日晒人也日渐憔悴。或许是太累了，在路过一个路障时，我不小心被绊倒，车子压在我身上，
我费了好大的劲才重新爬起来，身上像是被大象踩了一脚，骨头感觉都要碎了。手机上的订单快超时了，是送到某高端酒店的订单。我顾不上身体的痛，赶紧把车子扶正，开到了酒店。我刚拿出袋子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钟佩兰穿着一身酒红色的高开叉裙子，被一个人亲密地搂着。她没有丝毫抗拒那人的触摸，甚至凑过去在那人面颊上亲了一下，整个人都散发着喜悦的样子。与钟佩兰结婚多年，我自认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在我破产之后，妻子也没有抛弃我，选择离开。尽管嘴上充满抱怨，还是留在了我身边陪着我。可现在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过往的一切仿佛一场笑话。我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，心痛到无法呼吸。那男人拦着她的腰，手在她身上摩挲。一辆车子路过，车灯的光照在她身上，我看清了她的脸，竟然就是百般羞辱我的段承志。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跟我的投资人搅和在了一起。我为了揽到投资，低声下气地求他，自尊心被他踩在脚下摩擦。我以为我很快就要东山再起了，却被他戴了绿帽子。兄弟、妻子，一个个的都选择背叛了我。钟佩兰笑靥如花，扭着腰肢就跟段承志一起进了酒店。暴怒之下，我猛地拍打着车子的龙头，满手鲜红，恨意填满了我整个心脏。我现在只想冲进去把他们都杀了。突然有只手拉了拉我，看到他的脸，我在心痛不已的同时，瞬间冷静下来。爸爸，你的手怎么流血了？好多好多血啊！是我的女儿邱松月，刚才不小心弄伤的。月月别担心。我牵起嘴角笑了笑，不让自己脸上出现一丝裂痕。不能冲动，如果我真的做了傻事，不仅毁了自己，也害了年幼的女儿。我不能让女儿看出我的异常，她还这么小，怎么能接受这么残忍的事情？月月怎么在这儿？是刚放学吗？女儿眨了眨圆圆的眼睛。是啊，刚才我在校车上看见了爸爸，就让司机叔叔赶紧停车了。爸爸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去包扎一下吧。我到附近的小超市简单包扎了一下，拆开糖果的包装递给女儿。女儿欢天喜地地接过放到嘴里，哈哈，爸爸真懂我，知道我爱吃甜的。我摸摸她的头，爸爸这几天工作忙，一会儿让奶奶来接你。你去奶奶家玩几天好不好？钟佩兰无心向家，我也有事情要忙，怕是会照顾不上女儿。女儿乖巧地点点头，好，那爸爸你别太辛苦了。对了，妈妈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晚上回家她都不来接我了，回家也总是看不见她，看见她委屈的模样，我刚压下去的情绪又涌了上来。看来钟佩兰跟段承志好上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只不过我竟然今天才发现。月月乖，妈妈这几天有其他的事情，可能没顾得上你。以后等爸爸的公司重新建成了，换成爸爸来接你好吗？我蹲下身，轻轻捏住她的双臂。女儿的小脸上浮现出不解，但毕竟还小，还不明白我话里的含义。可以呀，不过我还是更希望你能和妈妈一起来接我，那样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小孩了。她舔了舔棒棒糖，天真的样子让我不忍心去打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，也许这个愿望以后很难实现了。还好我妈及时来了，才不至于沦落到尴尬的局面。我妈嘱咐了我几句，就带着女儿走了。女儿朝我挥挥手，慢慢离开我的视线。刚才钟佩兰、段承志二人进酒店的照片已经被我拍了下来，不过这几张还远远不够，要扳倒他们，还得收集更多的证据。我没再接单，
找了个隐蔽的位置蹲守，等着他们的出现。我在外面蹲了整整一夜，他们一直没出来过。我的眼睛因为睁得太久而酸涩，直到天色微亮，他们才出来。钟佩兰跟段承志搂搂抱抱走出来，段承志摸了下钟佩兰的脸，钟佩兰揽过他的脖子，红唇凑了上去，他们旁若无人的接吻。我赶紧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，看着眼前的画面，险些将手机捏碎。钟佩兰的眼神里满是依依不舍，埋在段承志肩头，说了好一会话才肯离开。等他们走后，我开车来到一个公园，把车子停在路边，下车打算在这里散会步。公园晨光熹微，景色宜人，可惜我却没有赏景的心情，走了一会就累了，到长椅上坐了下来，一夜未眠，眼睛有点睁不开了，不知不觉在长椅上睡着了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把我吵醒了。是段承志跟我说明天吃饭的事，我应该高兴才对，但此刻我根本就不想见到他，想到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求他讨好他，我心里就难受。我只能不断说服自己，公司重新建立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不能意气用事，不能掉链子。在心里念了无数遍，才没有直接挂断电话。我们约在了明天中午。疲惫地回到家，我没换鞋就直接躺倒在床上。钟佩兰正在吃早餐，但没有做我的那一份，看了看我，又皱起了眉头。你怎么没去上班？鞋都不脱就上床，脏不脏啊你？烦躁的感觉被点燃，我脱下鞋甩在他身上。你以为自己很干净吗？他没听懂我的言外之意。你吃枪药了，还是上班上疯了？如果你早点听我的，我们至于沦落成今天这样吗？破产以来，每次我们吵架，不管最初是因为什么，吵着吵着总会扯到这上面。现在想来，钟佩兰心中一直对我不任用她姐姐是有怨气的。我坐起来盯着她，眼里燃烧起熊熊的怒火。行啊，你姐姐这么厉害的话，明天跟投资人的饭局让他去好了，省得让我操心了。钟佩兰顿时蔫了，他不合适，不如让我去吧，还能跟那个什么投资人打好关系。我姐不擅长这个，原来她也知道她姐姐不合适啊。每次她姐姐来我们家都会住很多天，一直不肯走，走的时候还要把在我家看中的东西都拿走。因为钟佩兰，我容忍他多时了，那就你去吧，他要去也可以，正好给我多提供一些素材。对他，我已经完全死心了，从今往后也只会有仇恨。钟佩兰好好打扮了一番，心情肉眼可见的变好了。到饭馆坐下的时候，还一个劲的照镜子，十分在意自己的妆容。看到段承志走进来，更是抑制不住的喜悦。段承志的眼睛粘在他身上，空气中仿佛有根无形的线将他们相连。钟佩兰站起来就要跟他握手，但被我抢先一步，直接握住了段承志的手。我面上不显，手上暗暗使力。段总来了，真是有失远迎。段承志吃痛抽回手，不发一言。我陈述了一下大致的方案。段承志的眼神不断往钟佩兰身上瞄，完全没心思听我在说什么。他们是挨着坐的，段承志的手不安分地搭在钟佩兰腿上，钟佩兰羞涩地低着头，这是直接当我不存在了。我心中冷哼，连着拍了好几张这种露骨的照片。段总，这方案您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段承志心思压根不在这，敷衍的连声答应着，就把投资的合同签了。没想到合同签的这么轻易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菜上齐了，我招呼着让段承志吃饭，他拿起筷子要夹面前一道笋丝，我把轮盘一转，段总吃这个，这个菜好吃。
段承志看了我一眼，有些不悦，刚要夹我说的那道菜，我又把轮盘一转，指着另一道菜，这个也好吃，您快尝尝。每次他想夹菜的时候，我就会故意用转盘把菜转走。他想发火，但碍于钟佩兰在这，又不能坏了自己的形象，估计都快憋出内伤了。这场饭局以他的脸色铁青结束了。隔天，我来到他办公室，找他商讨接下去项目的实行。他没在办公室，但手机却放在桌子上，这上面说不定有更多他跟钟佩兰在一起的证据。在饭桌上，我已经偷看到了他的锁屏密码。我翻看着聊天记录，果然发现了很多不堪入目的信息。有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飞快地浏览着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段承志的公司竟然偷税漏税，那些表格和信息都是他偷税漏税的证明。有了这个把柄，报复他就更容易了。有个软件能把他跟我的手机连接在一起，数据就能进行传送。我把那些数据都复制粘贴传进了自己的手机，现在不用继续假装做小伏低了。我的心情别提有多畅快了。我在他办公室转了一圈，拿起一瓶强力胶，全部倒在他的椅子上，然后静静坐在办公室等他。谁让你坐下的？把方案放下就行，你的人可以直接滚了。段承志显然对昨天的事还有怒气，也不再装绅士了，坐下冷脸说道。我哈哈笑着，段承志，你对我老婆的态度和对我的态度还真是天差地别呀。看来你跟她在酒店过得还是很开心的，不过一会儿你就没那么开心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吗？段承志没想到我已经发现了他们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这种丑闻想必对您一个公司的老总来说还是很不利的吧？你敢说出去试试？投资的事情你是不想再有下文了是吗？我随时可以撤资。段承志重重拍了下桌子，想站起来，但却怎么也起不来。他的屁股牢牢地被胶水粘在了椅子上，要起身只能连带着椅子一起。我不仅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还要把你偷税漏税的事情也说出去呢。到时候破产的可就是你了。没想到吧？我已经发现了你这个秘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段承志睁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。由于太过激动，椅子砰的一声歪倒，压在他身上。我一屁股坐在歪倒的椅子上，椅子的重量再加上我的，把他压得喘不过气。你好好求我一番，说不定我心情好了就放过你了。段承志面色痛苦，祈求着我，你先起来，求你。我使劲蹬了一脚椅子，才把身体移开。段承志的屁股依然跟椅子紧密相连，形成一个十分滑稽的姿势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可以给你很大一笔钱，以后我跟你老婆也不会再有任何来往，你就当今天没来过我这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行不？我摇摇头，你这态度还想让我当什么都没看到？段承志看钱打动不了我，朝我双手合十。秋哥，之前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，胆敢对你做出那么无理的事情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，算我求求你了。我拿起他的杯子，照葫芦画瓢吐了口水到里面去，递到他嘴边。你先把这个喝下去，我们再谈。段承志满脸抵触，秋哥，这没必要吧？这不喝呀，那你的秘密马上就不是秘密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做出要发送的样子。别，我喝还不行吗？段承志一下慌了，面色凝重地拿起杯子，小口抿了一下，喝大口点。我捏着他的面颊，强迫他张开嘴，把一整杯水全灌了进去，水已经被他吞了下去。段承志趴在地上干呕，我一脚踩在他手上，忘了告诉你，
刚刚你的样子已经全被外面的员工看见了，而且你偷税漏税的事我已经发给汇聚了，他的报酬可是比你给我的还要丰厚好几倍。汇聚是他的对头公司，巴不得他赶紧倒台。汇聚答应我，只要我把证据给他们，就成为我公司的新的投资方，还会跟我建立持续合作的关系。段承志目眦欲裂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外面的员工看到怎么了？他们胆小如鼠，看到也不敢多说一个字，就连我揩油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只能忍着。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无耻。我捏紧拳头，狠狠打在他脸上。很好，你的罪状又多了一条，还是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的。你不会只想着拿录音当证据吧？那根本就不够充分。他还认为事情留有余地，真是太天真了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手机上的所有数据我都有了，保证是铁证如山。你好好期待一下失去一切的滋味吧。段承志拖着椅子往我这边挪，想拦住我。你他娘的阴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他拖着椅子，动作实在太笨重。我回身一脚踹在他脸上，他连人带椅子飞了，砸碎了周围的玻璃墙。员工都无心工作了，全是看他笑话的。汇聚非常给力，瞄准他的黑料疯狂进行营销，很快丑闻就登上了头版头条，他的公司直接被整垮。偷税漏税会让他吃足牢饭，他一辈子也不可能翻身了。有了汇聚这个新投资方的注入，我的公司步入正轨，越发蒸蒸日上。再加上我之前就有经营公司的经验，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我招揽人才更加严格，公司效益眼见的提高。我还登上了杰出企业家的杂志封面，钟佩兰也看到了那本杂志，兴冲冲地拿给我。还是我眼光好，嫁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。他是没长脑子，还是断网了？还以为我没发现他出轨呢。外事处理好了，该是处理家事的时候了。我把离婚协议放在桌子上，明天起我们就不是夫妻关系了，别再叫我老公。我听着犯恶心，什么意思？你功成名就了，就要把我这个糟糠之妻抛弃了是吗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别想摆脱我！他握着拳头在我身上捶打着泄愤，我拽着他的胳膊，把他狠狠往墙上推。你跟段承志的丑闻可是我亲手发送的，要跟你离婚可是简单的很，我只是通知你，至于你的意见并不重要。段承志已经去吃牢饭了，要是你想他，舍不得他，大可以进去陪他。你都知道了，段承志怎么会坐牢？我拿出手机，点开有关段承志的新闻，上面叙述了他所有的罪行和最终的判决结果。糟糠之妻，你可没有资格提这几个字。钟佩兰全身都颤动起来，眼泪涌出眼眶，沿着两侧脸颊刷刷地往下流，流过脖子里，流到胸口上。不知道是在为自己伤心，还是为段承志伤心。他哭了半天，眼睛都已经哭肿了。这时候，我妈带着女儿过来了。钟佩兰抬起头，突然嘴角一勾：“我还是月月的妈妈，看在女儿的面子上，你也不会跟我离婚的。”她朝女儿招了招手：“宝贝女儿，你爸爸要跟我离婚，他不要妈妈了，你快劝劝他。”女儿慢慢走到他跟前，冷冷看着他：“是你先不要我跟爸爸的，我讨厌你，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。”女儿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知道了，可能也是看到了新闻。我低估了她的承受能力，看到女儿这么明事理，选择了站在我这边，我心里十分欣喜。我妈一巴掌打在她脸上：“孩子的抚养权可轮不到你，你这样的妈还能教出什么样的好孩子？我不会让你把月月带歪的。”钟佩兰捂着脸，拉着女儿泪眼朦胧：“我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，
还能在最后再陪你去一次游乐园吗？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。他现在反倒关心起女儿了。他把女儿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时候，怎么不像现在这样呢？女儿甩开他的手，不用了。以前每次你都骗我说要带我去，每次都不带。现在我不想跟你一起去了。我扯起他，把他连人带东西全都丢在了门外。我们一家都不欢迎你，你还是别在这里碍眼了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他原本想的是到他姐姐家去投靠他姐姐，但他姐姐听说他出轨离婚，什么钱都没分到后，将他拒之门外，大骂他有福不知道享，不知好歹。后来还被段承志的原配找上门打了一顿，当街扒光他的衣服，撕扯着他的头发，这是上了当地的新闻。他又一次出名了，他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到处捡垃圾为生，变得疯疯癫癫的，每天在街头游荡。也许哪一天我牵着孩子路过，都根本认不出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